终极赛罗警备队5人组是如何建立起来的？除了在贝利亚银河帝国中结识的3位战斗伙伴，最后一位成员的加入堪称意料之外，可又在情理之中，因为他差点团灭了赛罗4人组，最后只能依靠他本不该有的情感，从而被感化。赛罗奥特曼外传《杀手比特星》，一部几乎被遗忘的赛罗剧场版。在决战贝利亚银河帝国1年后，赛罗警备队4人组准备重访艾美拉娜公主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在途中突遇一颗神秘天体，并且对着赛罗警备队发起了攻势。先行出发的钢铁武士为了保护公主，被神秘天体牢牢束缚，无法挣脱，最终被其吸入其中。赛罗等人见状，立刻对其展开攻势。在一阵爆炸过后，整个天体竟突然消失，就连赛罗的头标也一同被带走了。殊不知，神秘天体内隐藏着巨大的秘密。此时，在主宇宙中，雷蒙和日向船长正驾驶着飞船准备前往行星布拉姆度假，可突然间，飞船遭遇重力异常。此前，在赛罗警备队宇宙中消失的神秘天体赫然出现在前方。雷蒙两人在躲避陨石的同时，立马拨通了身在布拉姆行星的熊野队员。根据数据分析，此天体是人造天体，活动空间潜藏在内部，并且根据现在的运行轨迹，2小时后就会撞击布拉姆行星，届时行星上2000万人口将湮灭在火海之中。因此，现阶段只能快速进行星球撤离。此时，雷蒙发现了天体上有一缺口，而这缺口正是此前赛罗警备队所破坏的。两人也决定进入内部一探究竟，其内部空间果然足够巨大，不仅有一个人造太阳，而且地表上有破碎的建筑，但经过检测只有少量的生命反应。两人立刻朝其飞去，而这生命反应正是艾美拉娜公主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个巨物从天而降，定睛一看，居然是帝国机兵雷吉内德。只见其2发炮火蓄力而出，危难之际，雷蒙及时召唤出哥莫拉，救下了公主。在一番较量之下，哥莫拉使用超振动波，终于将雷吉内德摧毁。可就在3人互相了解情况之际，烟雾中竟出现了一架金古桥。不仅如此，又有英普莱扎以及艾斯杀手2个机械生命体出现，局势瞬间演变成哥莫拉1挑3。然而哥总早已习以为常，在雷蒙的指挥下，哥莫拉直接冲了上去。虽然哥莫拉的战斗经验极其丰富，但面对3头机械生命体的围攻，依然难以招架。终于在被击倒后，因伤势过重，回到了雷蒙的战斗仪之中。3人俨然成了待宰的羔羊。但此时一阵尖锐的风鸣声响起，3人循声望去，竟是赛罗的头标。正当金古桥准备发射光线之时，闪烁的光芒在头标表面产生反射，镜子骑士竟从中疾跃而出，在连续飞踢之下将金古桥踹翻在地。同时，红莲烈焰挥动着火焰拳也及时赶到，一拳将艾斯杀手捶翻在地。最后怎么少得了赛罗？正英普莱扎发射火炮之时，赛罗的头标发动，不仅将火炮拦截，并且将英普莱扎击倒。在一阵光芒过后，身穿帕拉吉之盾的赛罗也终于登场。赛罗3人在穿越了多个宇宙后，终于及时找到了这里。随后，赛罗3人与3个机械生命体分别展开了较量。可随着大雾的不断弥漫，赛罗等人发现自己的能量正在被雾夺走，甚至连光线也无法发射。赛罗因此只能使用头标进行攻击。在双方 battle 之下，金古桥被拦腰斩成2半，爆炸而亡。可没想到，天空中再次出现一个机械生命体，直接朝着赛罗不断发射炮火。赛罗只能赶忙躲避。只见机械生命体缓缓落地，竟与钢铁武士颇有几分相似。在其瞄准赛罗后，再次从腰间的红色能量方块发射光线。幸好赛罗及时躲过，光线威力之大，直接将岩石变成了岩浆。随后发出抹杀有机生命体的指令。赛罗立刻急于反击，但没想到蓄力的一脚火焰飞踢，竟直接被对方单手挡下。赛罗大惊失色，在被甩飞之后刚要反击，但竟被对方再次预判前置，随后一拳直接将赛罗击飞。可当赛罗刚刚站起，对方炮火早已袭来，赛罗的每一步动作几乎都被对方完美洞悉。在连续挡下对方的火炮之后，赛罗调整位置发射赛罗急速射线，在对波之下，赛罗再次败下阵来。对方战力可谓恐怖至极，即使赛罗再次祭出头标应战，但依然被击飞数十米。此时红莲烈焰以及镜子骑士终于将各自的对手解决。在得知此天体即将与其他星球相撞时，3人立刻联合攻击，但仍然无法破防对手，甚至被其连续压制。而就在此时，钢铁武士从后方缓缓走来。虽然公主提醒对方是友军，但其红色的眼睛提醒着众人来者不善。只见其一斧狠狠劈来，3人幸好及时躲过，并且钢铁武士也发出可见其已被外力操控。此刻，战场上赛罗3人丝毫不是机械生命体的对手，外太空天体也即将撞向布拉姆行星，加上钢铁武士对3人步步紧逼，众人丝毫看不到任何翻盘的希望。即使雷蒙召唤出利特拉进行反击，但也只是强弩之末，直接被钢铁武士打出钢铁飞拳，重重将其击落在地。就在钢铁武士掏出利斧要解决利特拉之时，公主竟用小小的身躯挡在了利特拉之前。
万万没想到，公主的一声呵斥，竟然直接打断了钢铁武士以及机械生命体的攻势。身为公主的守护者，钢铁武士似乎被公主的话语所惊醒。虽然只是个机器人，但他的人工智能也是有情感的。在其停止运作后，公主带着雷蒙两人来到了钢铁武士的驾驶室。通过他的人工智能得知，钢铁武士为了摆脱敌人的控制，自行切断了能源导管，并且告诉众人，幕後之人名为比特星。何者だこいつは。この天空のマスターコンピューター。異なる宇宙を唯一に対して、その宇宙を唯一の霊魂。マスタ在钢铁武士的解释下，大家也终于知道外面的机械生命体名为钢铁杀手。它以钢铁武士为基础原型，并融合了其余机器人的武器特性，堪称宇宙最强的机器人。不过，它在被制造时还复制了钢铁武士的人工智能，因此，在听到公主的呵斥时，钢铁杀手也停下了攻击。那么，只要将其唤醒，就能找到幕后之人比特星来解决目前的危机。然而，距离撞击布拉姆行星仅剩30分钟，雷蒙赶忙修复钢铁武士。此时，外部的迷雾早已消散，恢复能量的赛罗与钢铁杀手打得难分难解。就在其利用头标连续攻击造成假象，并抓住机会发射赛罗急速射线之时，钢铁武士突然现身，将赛罗推开。众人听得一脸懵逼，纷纷不敢相信。但钢铁杀手从诞生之时便被植入消灭有机生命体的命令，并不会因此被轻而易举的唤醒。不过，作为钢铁武士的主人，公主的一番话再次打断了钢铁杀手的攻击。眼见不妙，幕后黑手比特星立刻加大控制指令，钢铁杀手再次向众人发射炮火，甚至对着公主也发射激光。为了彻底唤醒钢铁杀手，公主毅然站在前方，张开双手。あなたは私を何度も狙っています。でも当たりはしないのです。なぜだ。なぜ命中しない。なぜならあなたには、か弱き者を守る、正義の心があるからです。就在公主一滴泪珠落下之时，钢铁杀手也停下了手中的攻击，眼泪也顺势流了下来。在赛罗等人真诚的呼唤之下，钢铁杀手渐渐理解何为伙伴，即使来自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出身，甚至只是一个机械生命体，也能成为大家信赖的伙伴。可是，此时距离撞击布拉姆行星仅剩12分钟，情况已经刻不容缓。就在此时，只见佐菲初代赛文赶到，他们决定利用合体技能来拖延天体的运行速度，而钢铁杀手便带着众人前往比特星的所在地。可当众人来到人造月球之上时，眼前居然是成千上万的金古桥以及英普莱扎。于是，镜子骑士等人决定拖住这些机械生命体，赛罗则前往比特星的巢穴，而比特星以及整颗天体的来历也将揭晓。在很久以前，百特星人摧毁了多个宇宙，而其中某个宇宙仅剩的有机生命体创造了比特星以及这个天体。可这些有机生命体依然纷争不断，甚至威胁到了生存地天体的存在。因此，比特星的系统判定，有机生命体是毁灭宇宙的癌细胞。它不仅消灭了天体内的所有有机生命体，并且还要摧毁所有宇宙的有机生命体。赛罗愤怒之下，直接向其攻去。然而比特星的防御铜墙铁壁，赛罗直接被击倒在地，紧接着被按在身下无法动弹。同时，比特星发射光线，赛罗在光线冲击下痛苦不堪。不过，谁叫我们的赛罗桀骜不驯，永不服输？况且还是巅峰的赛罗。只见赛罗迎着光线强硬撑起，但此时一道光线袭来，直接将比特星击飞。来者正是钢铁杀手。此时，钢铁杀手还想劝说比特星，但是比特星早已失去了心。在两者必杀光线的冲击下，钢铁杀手利用烟雾突袭而至，一拳直接击碎了比特星的面门。原来日向船长正与钢铁杀手联合作战。人間にはな、論理を超えた無限の可能性ってものがあるんだ。随后，赛罗祭出头镖，冲向比特星，直接宰向对方。比特星终于被摧毁，从其体内散发的强大能量直冲云霄，直接将天体炸得粉碎。赛罗一行人也及时逃离，此刻的危机也终于被化解。临别之际，雷蒙和日向船长飞向了行星布拉姆，此后竟再未出场。而终极赛罗警备队也增添了一位新成员，他也有了一个新名字——钢铁9号。而赛罗一行人也将迎接接下来的全新挑战。